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。今天我们再来玩炫卡斗士2的霹雳火影。这个角色可以说是我在第2季里边4块石板中最喜欢的一个了。小伙子，小儿子吧。车型的大小其实跟绚蓝闪电 S 是差不多的，包括他们在公路上边的那个追逐戏。 也是很带感的，轮子滚动非常丝滑，推车的无压力。背上的这个散热片是可以稍微活动一点点的。后边这里2个巨大的引擎，马力十足。整体的一个包裹的完整性，缝隙对的都是非常准的。但是因为分件的关系，这个地方有几个窟窿并没有填满。 也是让我比较不满的一个地方。其实整个车型的这个配色来说，还有点变形金刚这边热破的感觉啊。 也确实，这小子一个火爆的性格，包括他的一个角色设定啊，爸爸厨又会让人带入战国巴萨拉里边的真田幸村，包括配色也很像嘛。那我们也是进入他的一个简单帅气的变形。首先掰着这2块黄色的位置，把它抠开，中间插的还是挺紧的，嘎嘣一声，两边的门板有夹扣结合。 这一块 Z 字折叠贴上来，然后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插合点，这里有一个横向的插桩。我们把这2块都解锁开，整个的这一片带有车灯前轮的位置往前拉，拔出来。车门打开，通过根部的双段关节往后折叠，有一个插扣进行固定。 后边的引擎折下来2个大脚丫子，腿部打开，就可以顺着里边的抽拉滑道把它拉长，膝盖这里抠出来，后轮外侧的这一整片顺着根部旋转过去。其实它在每折叠到一定角度的时候都有一个定位点，但是呢，它不是直着放的，斜着摆放。 摆过去以后，一个弹簧锁点直接就把它定在这里。再把这2块车窗的盖子收回来，上半身顺着腰部这里解锁开小臂的插扣，整个的肩膀双关节掰下来，腰部拧个180度，前方这里的机盖折叠过来，把这一块的中网收进去，往下放，折叠成胸甲。 同样是车型的一个载具形态，但是变形过程和绚蓝闪电 S 还是有不少的区别。但这一款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它的人形做大了，比绚蓝闪电高出来1个头还多。动画片里边，它俩的个头是差不多的，而且作为拟版4天王之一，它也是其中最小的一个。头部的造型刻画也非常漂亮啊，脖子球形关节，关节的处理倒是活动范围啥的问题不大。 甚至手腕这里竟然还能活动一点点，腰部左右旋转，这里是齿轮关节，胯部活动范围非常的广，没有任何的干涉，左右旋转。这一款甚至做了脚部的左右接地。胸口的这个引擎用电镀涂出来的，非常的漂亮，但是可惜没有能刻画出来那个。 旋转的可以打开时空之门的那个东西啊，也是被小俊拧坏了。车型露着窟窿挺多，人形的状态，上半身这里还可以啊，下半身感觉腿部堆叠的有一点太多了，就感觉这裤子也太厚了。所以呢，其实炫卡斗士2这一波玩具里边，这一款霹雳火影是最便宜的，可能也是因为大家不喜欢这一款的玩具吧，但角色还是非常有魅力的。然后我们旋转升级。 拔下来，左右拆分，脚尖翻下来，后边这一块脚底锁住，边缘的黄色板子折叠回来，顺着侧面这里的2个滑槽结合。 插上去以后还是非常结实的，不会掉下来，而且这只脚上还做了单独的左右接地，就可以释放必杀技霹雳火焰踢。啪！但升级以后的问题就更大了，踩了一双增高鞋垫子之后，这个高出来了更多，绚蓝闪电已经到了它腰部的位置，再有胯部的这个齿轮关节齿间距过大，就是你怎么去调这个造型都不太好看。如果说掰正往前掰1尺呢？ 它有一种弯腰的感觉，就不是很正，弯腰撅屁股。
如果你往后掰1尺呢，又会把这个裆顶得很高，倒是这样气势会很足嘛，也就把脸遮住了。最便宜的一款，确实也是品质决定市场，做的有问题，孩子们就是不买账，你的价格自然就会跌下来。我觉得这个才是玩具的一个正常的市场规则，而不是说我 IP 大了就可以店大欺客，想怎么做怎么做。我是卖方市场，我出什么你们就得买什么，很好，没毛病。也是希望神勇能在后边出一个霹雳火影的新版本。升级一下，优化一下。最近神勇那边不是也出来新消息吗？第1季的玄铁战神要重置了，确实那一款样子挺帅的，但是玩具出来以后，肩膀和小臂上面的大头胶空洞非常的明显。这回新版的玄铁战神确实样子更帅了，我就不着急买第1季的这些角色了。翻回来我们再说霹雳火影，我个人来说对这个角色还是非常喜欢的，也是为了凑数嘛，毕竟价格很便宜啊，就买回来了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款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我们这一集就玩到这儿吧。